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婚前，未来婆婆就打上了我名下房子的主意，不是嫁上老公，而是想让我转给小姑子当嫁妆。我被震惊到了，你把房子给她，她把嫁妆的88万给我们家，这不是好事情吗？好事情，把我的婚前财产变成婆婆口袋里面的钱，而我得到什么？口袋空空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和我不对付的小姑子，非要和我同一天结婚，订婚同一天，结婚也要同一天吗？我心里面很不高兴，可脸上却没露出来。我跟陈勇是在工作上认识的，谈了半年恋爱才知道，陈勇跟我高中宿舍的死对头陈苗苗是兄妹。陈苗苗是我们全女生宿舍的公敌，拉屎都让别人帮她冲水，蹭护肤品、洗发水、饮料、零食，都是常规操作。为了买新手机，她逼着我们宿舍的人交双份班费，要不然她就跟老师告黑状。不止如此，她还偷看我的笔记本，并且拍下来上传到校网。我会跟她翻脸，不是因为他勒索偷拍隐私，是因为他考了全班最后1名，结果说是我们影响了他的学习氛围，悄悄在我们的外卖里面下头孢，又在饮水机里面加了酒。如果不是我妈怕我忽然发病，免费在我们宿舍安装了客厅监控器，我都不知道我们差点全部被害死。那次我带着我们全宿舍的人把他给打了。刚知道陈勇是陈苗苗哥哥的时候，我很恶心，几次想分手，都在他的甜言蜜语迷失自我。他还为了我跟家里面闹得很凶，甚至为了让父母跟陈苗苗接受我，离家出走。这举动扫了我心中的所有雾霾。我觉得虽然他妹妹很奇葩，但至少他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。为了和他在一起，我做出了很多让步，最后终于让他家里人接受了我，并且商定了下个月结婚。却不曾想到陈苗苗也要提前结婚，和我同一天订婚就算了，现在还要同一天结婚，这举动太恶心人了。我知道他就是故意恶心我的，因为我的彩礼是8万8加3金，她的彩礼是88万加大钻戒。婆婆用眼角斜着看我，怎么，陈勇就一个妹妹，他们兄妹从小的感情就好，现在想同一天结婚怎么了？如果不是为了娶你，他们兄妹会这样整天吵架吗？哎呀，还是我家苗苗有出息，88万加大钻戒呢，可见夫家多重视她，这还得亏了她。从小就懂得自尊自爱，不会做倒贴的。那含沙影射的口气，什么意思？我那能听不出来？我知道他看不上我。陈勇是硕士生，我是一名大学生，而且我比陈勇还大1岁。因为生病休学，留级了2次，我才会跟陈苗苗做了同学。出了门，我忍不住就跟陈勇说：“真的要在同一天吗？”陈勇没说话，牵住了我的手，咱们先结婚好吗？我真的不想再跟我妈吵了，一句话就让我心软了。我觉得这事情我退一步，反正以后我们不跟老人住在一起，也不会有大问题。没想到1个星期后，婆婆打电话给我，开口就问：“你是不是有一套房子在临江那边？”“是啊，阿姨。”“怎么了？”“那套房子在我们公司附近，我打算婚后和阿勇去那边住。那套房是上班后妈妈给我买的，说方便，但是我嫌弃有点空荡，就一直空着。不过婆婆突然问起这房子，难道也想去住？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我正想着怎么婉拒，婆婆在电话那边用着趾高气扬的语气跟我说：“才100多平的房子，
我儿子去住太委屈了。再说结婚后你不伺候公婆，你不怕邻居骂你白眼狼，我还怕你带累我儿子的名声呢。这样吧，苗苗还没房子，你把那套房子过户到苗苗名下，给她做嫁妆吧。我被震惊到了，阿姨，那是我的房子，我的东西，凭啥要给陈苗苗做嫁妆？苗苗说了，你那个房子离她老公的公司近，你把房子给她，她把嫁妆的88万给我们家，这不是好事情吗？好事情，把我的婚前财产变成婆婆口袋里面的钱，而我得到什么？口袋空空吗？我气得浑身颤抖，直接把手机挂了，打给陈勇。阿勇，你在哪里？你妈说我在上班，这事情我知道了。那你什么态度？我咬着牙，那是咱们之前就说好的婚房。圆圆，我也有一套房子，那套做新房吧，所以你同意这件事情，用我的房子来给你妹妹做嫁妆。我攥紧拳头，怒火在胸口噼啪爆发。我不同意。陈勇说的房子是在他跟家里吵架后买的，他说等结婚后再登记我的名字，所以那套房子是陈勇的婚前财产。如果真心要给房子，这套房子才价值100多万，给陈苗苗当嫁妆不是更划算吗？他陈勇是会计师，难道会算不过来这笔账？对，圆圆，你也知道我为了你跟家里闹成什么样子了，我连家都不回去了。这次我妈打电话跟我说，就这么一个要求，只要你把房子给苗苗，我爸妈就真心把你当作我们家的儿媳妇，咱们一起为了婚姻努力，好吗？陈勇的话说得很温和，带着他一如既往的亲切干练。我也挺喜欢他，我甚至瞒着父母和他谈恋爱。恋爱后，他身上装备，从内裤到手提包，我都给他买最好的牌子，就是想要他在人前有面子。他一开始看到我买礼物给他，还会生气的拒绝，这让我觉得他是个真心爱我的男人。不曾想现在一系列操作打破了我所有的以为。此时此刻，我瞬间清醒了。我反问，如果我让你把你自己的房子给苗苗，你会同意吗？那房子不行。陈勇下意识急切回答，别跟他说那么多，你就直接说没有他那套房子，你不可能和他结婚。哥，你听我的，甩了圆圆，我给你介绍白富美，你把电话给我。陈苗苗直接把电话给抢了过去，对着我一顿狂喷。我告诉你，圆圆，你这样的女生我看多了，你不就图我哥是个潜力股吗？他现在1个月的月薪可是1万多，以后还不知道是多少呢。你那套房子我看上了，明天之前你拿好房产证跟我去过户，要不然后天的订婚宴就直接取消，到时候我风风光光的订婚，你却会被所有老同学和同事嘲笑，我看你还怎么有脸做人。啪嗒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被气得差点哭出来。陈苗苗就是故意的，陈勇也是。我咬着牙直接请假回家，我就不相信了，陈勇敢真的摁着我的头，让我把房子给出去。可我没想到他真的敢。隔天早上找到我家，用我给他的备用钥匙打开了门，直接把我从床上拉起来。圆圆，爸妈和苗苗夫妻都在楼下等着，你怎么还没起来？我啪的一下打开陈勇的手，我不会去的。陈勇的表情有些难看。圆圆，这是一个最快能解决你和我爸妈之间矛盾的办法，你就当作是为了我，答应一下好吗？陈勇，你的会计证是满分拿到的吧？这笔账你算得不明白吗？你的房子100多万，我的房子价值600万，你非要逼我的话，可以，你让陈苗苗把我的房子买过去，我给她打个8折，多的钱算是我这个做嫂子送她的，
我觉得自己做到这个地步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而且我更想要看清楚，陈勇是不是真的想要空手套白狼，从我手上拿走这套房子。陈勇脸上的神色很精彩。你这是不想要和我结婚了吗？拿婚事威胁我？我笑了。陈勇，咱们的感情里面，我付出的比你多得多，可我什么时候都没跟你一样，不断的诉苦哭穷说委屈。你现在用婚姻威胁我，不就是仗着我爱你吗？可我今天告诉你，如果你非逼我，这婚事咱们就不结了。你说不结就不结了，那酒店的钱呢？请出去的请帖怎么办？我买好的3点金怎么办？你赔钱吗？陈勇他妈，我不知情的时候也来了我的房子里面，我打眼看到陈家人，直接扯住被子就盖住身体，气的声音都变了。都出去！我只穿着吊带睡衣，其他什么都没穿，甚至我还发现陈苗苗的未婚夫也跟着一起上来了，他的眼睛正盯着我看。我说圆圆，你昨天答应的好好的，今天是打算犯浑吗？快点下来！陈勇他妈上来直接扯住我的被子，我尖叫着，他妈却更加不依不饶，羞辱难堪的感觉和陈勇毫不在乎的继续坐在床边的态度，让我忽然明白，他不爱我，他太冷静了，冷静到带着全家人上门来逼我。圆圆，你都32岁了，别搞得跟黄花大闺女一样，除了我哥，你还怎么找到其他男人结婚啊？房子你非要送给我，我为了我哥才勉为其难收下的，你别在这里装腔作势了，抢我几百万的房子，上门欺负我。现在陈苗苗反而像是受害者了，这么多年，她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恶心。好，让我换衣服，你们先出去。我扯过枕头挡在我面前，对着陈家一家子说。陈勇刚才还冷漠的脸上再次浮现出无奈的笑意，走过去拉开他妈。圆圆，我妈的情绪一直比较激动，我带她出去好好劝一劝。你先换衣服吧。一个人在房间里面，我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。陈勇，我跟你没完，敢骗我的钱，敢玩弄我的感情，还敢盯上我的房子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我换了衬衫牛仔裤，带上房产证上了我买给陈勇的奥迪迪车。下车以后，陈勇一直在小声哄着我，说他为了我已经把他妈气病一次了，这次算是为了我们的婚姻，我做的一个退让，以后家里的大事全部我说了算。我板着脸一言不发，叫到我的号码就上去把资料递过去。登记人员看了看我的房产证，问我说，这是你的房子，你自愿赠与这位陈小姐是吗？我没说话。陈苗苗和陈勇都非常急切地点头，是，就是要赠与。你快点帮我们办理手续啊，问那么多干嘛呀？登记人员哦了一声，那先等我一下，我去拿表格给你们填写。陈勇他妈在后面跟陈苗苗的未婚夫高兴地说，阿俊啊，有了这个房子以后，苗苗去你公司帮你看着就近多了。我们苗苗了，从小就聪明又端庄，在学校里面那也是做班长社长的咧。那可不，陈苗苗可会装模作样了，在老师面前装乖乖女，蒙蔽他们的双眼，让她做班长做社长，私底下却能贪污班费，利用职权之便逼所有人臣服她。陈苗苗忽然呵呵笑了起来，撑着下巴靠近我。圆圆，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？可没办法，谁让你没我这样好命？以后啊，你做了我嫂子，什么都得听我的，这就是你在学校敢带头反抗我的代价。我要你下半辈子都活在我的掌控下。喂，你们干什么啊？警察同志，抓我们干什么？我们可是好市民啊！
登记人员带着2个穿制服的警察叔叔冲到我身边，指着陈家一家子说：“他们在胁迫这位小姐，涉嫌侵犯财产。”我站起来，看着陈苗苗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就算你带人打上门，我也不能把我的房子给你。”圆圆，你……陈勇一脸的不敢置信：“你不想和我结婚了吗？你说过你很爱我的，我之前很爱你，可我现在不爱你。”陈勇，你撒泡尿看看吧，彩礼才8万8，让我嫁妆翻倍给就算了，现在还想我倒贴你妹子一套几百万的房子，而你的房子是你婚前财产，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要是10块钱3把，你配吗？你不配！大早上的你们一大家子逼到我床边，让我把房子转给你们。我刚才之所以答应，就是准备在这儿反将他们一军。出门之前就算好时间让朋友帮我报警了。警察同志，他们这算是侵犯财产、私闯民宅吧？警察点了点头。陈家人彻底慌了。陈勇的父母嘴里不干不净，就开始骂了起来。周围办事情的人早就围观起来。我忽然眉心一跳，陈勇他还有底牌，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我还会怕别的吗？陈勇，是你先不要脸皮的，他都不在乎厚颜无耻的结果了，我需要在乎吗？到了警局，陈家的口径一致，房子是我主动说要送的，我跟陈勇是未婚夫妻的关系，酒席都订好了。警察问我的意思，打算怎么处理？陈勇瞪着我，脸上再也没有了之前哄着我的好态度。圆圆，你说话注意点。原本都不打算说话的我，瞬间被激起了怒火。我以前识人不清，以为他爱我，可以托付终身，所以什么都可以忍让，对他的家人也爱屋及乌。但是现在一切都揭开了，我还惯着他们，我就是傻逼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们昨天开始的通话记录，最后一通电话是他们通知我说要我的房子，我明确地拒绝了我的职业需求，所有电话都会录音做记录。电话里面我明确拒绝了这种非礼非法要求，你们听一下，我调出昨天的通话记录。电话里面陈苗苗的怒骂、嚣张和嘲讽，听的几个同志都给他翻白眼。陈苗苗当众被揭穿，气得直接哭起来。呜呜，圆圆，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之前明明是你为了和我修复关系，在我家跟我妈说要把房子给我的。对，同志，真的是他硬要给的。我女儿嫁的人家好得很啊，根本不稀罕这房子的。陈勇他妈瞪着我，张嘴就是瞎话。警察直接看向陈勇，你们是未婚夫妻，你父母和妹妹说的是真的吗？是。陈勇毫不犹豫地点头。同志，就算我未婚妻现在不愿意了，我也不会再说什么的，这也算是家务事，能不能撤销案件？我没忍住直接冷笑，我以为傣族出好笋，陈苗苗只是陈家的一个奇葩，可现在我才看清楚，陈家这一家子都是烂人，不是家务事。我没打算结婚，我现在的身份证、户口本都是单身，这是我房子里面的监控视频，这是我胳膊上的淤青，我希望报警处理。钱我可以花，我现在理智回来了，恋爱脑下线了，我也不是好惹的，坚持报警处理。得亏我这2胳膊的淤青，警察直接帮我立案调查了，寻衅滋事、私闯民宅这2个事情足够让陈勇一家子住1晚上的看守所，何况他们还想非法侵占我的财产，够他们喝一壶了。回家后，我大哭了一场，以此祭奠我过去的眼瞎。日次一早，我就被不断震动的手机吵醒。我打开手机，就看到昨晚没退出来的微信页面，列表排名前几的是几个工作群。999加消息特别醒目，
特别是集团网络内部群。这个群平常都是发一些工作上的东西，安静的跟坟墓一样。今天怎么会热闹成这样？我还没来得及打开群聊，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张姐就来了个电话弹窗。我心中疑惑着，是不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，赶紧按了接听键。圆圆，你是不是出事了？话筒里传来焦急的询问。没有，怎么了吗？我昨晚不是在小群请了病假吗？我有气无力地说。姐，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情了？这份工作是我凭自己本事得到的，所以我一直很珍惜，哪怕失恋退婚，也不会无故旷工。张姐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好久，就在我以为公司是不是破产的时候，她才开口说道：圆圆，你没出事，那你怎么能在集团内网里面发布那种照片呢？这太不堪了！哎，电话直接被挂断。我一头雾水，没明白张姐什么意思。就在这时，左警察局里陈勇那威胁的可怕眼神在我脑海里浮现，心底一个不安的念头却逐渐出现。我急忙跳下床，跑到书桌旁边，打开电脑，在一边打开微信里面的所有群消息、照片。凌晨5点多的时候，我的集团内网账号上发布了一张我自己的个人性感写真照。那是一张性感到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照片，半裸的后背顺着白色的酒店被子盖住了我胸口的位置，我整个人发丝凌乱，看起来像是睡着了。可酒店暧昧的黄色床头灯映照下，这张照片在什么样的氛围下拍下的我，就引人遐想了起来。哎呀，这是免费大照啊！没想到以前看到 A 组的小组长，我还以为是个乖乖女，原来是个小辣椒啊！妹妹不知道以前是干什么的，又怕妹妹苦，又怕妹妹半夜兼职开路虎，这姐妹疯了吧？在内网发布这照片干嘛呀？博上位啊！看着评论区各种嘲讽贬低的话语，我像是被丢到了冰窖里似的，全身发冷发颤，鼠标往上一拉，盯着那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拍下的艳照，我顿时恶心感上涌，直接转身跑去厕所狂吐。啊，王八蛋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吐得浑身精疲力尽，连最后的酸水都吐不出来了，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。拿起手机想要求救，却发现发来微信的人全部都是在揶揄嘲讽我的对话。这一刹那，我感觉到了这个世界如同潮水一样朝我涌来的恶意啊！我将手机奋力砸向地面，任由它粉碎，仿佛只要看不到就可以掩盖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一般。我捂住脸崩溃大哭，感觉到周围全部都黑了下来。我以为脱离父母的掌控，我可以过得很好，现在全没了，被这照片全毁了。一想到这照片会被更多人看到，到时候我的同学朋友和父母亲戚都会看到那张难以启齿的照片，一想到以后走在大街上都会被人指指点点，我觉得人生都是灰暗的。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完了。我瘫在浴缸里，任由清水没过我的身子，甚至没过我的脸庞，直到呼吸困难。脑海里闪过父母担心的眼神，闪过陈勇那恶毒的眼神，闪过陈苗苗那嘲讽的眼神。不，我不能就这么死去，这事儿肯定是他们干的，我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。哗啦一声，我从水里钻了出来，嘿嘿，鼻腔里呛了一些水，很难受。我奋力地咳着，许久之后才缓过来，许是脑子被清洗过，我一下子清明了起来。离开浴缸，我换了一身干爽的衣服，捡起因为被摔屏幕裂成蜘蛛网的手机，检查一下，好在还能用，打了一个电话，
对方也一直在联系我，电话才通就被接了起来。圆圆，你在哪儿？怎么不接小舅舅电话呢？我瞬间泪奔，开始责怪自己，怎么可以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想不开，差点自杀呢？小舅舅，我很好，圆圆乖，我知道你是个坚强的孩子，不怕。那网上的照片我已经让人黑了，大家手上也找人处理了，放心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拿这事儿说的。抬手抹掉眼角的泪水，我深吸一口气才回道：谢谢小舅舅，我没事，我错了，当初不该不听你们的话，这事情铁定是陈勇干的。我现在无比后悔不听父母的话，非要自己独立。甚至小舅舅知道我在跟陈勇谈恋爱的时候，不看他对陈勇的调查，还非要他帮忙隐瞒父母，准备来个先斩后奏。俗话说得好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这话真真实实的在我身上验证了。这个渣男当初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，居然敢这么对你，看我不把他扒一层皮下来。一听这事是陈勇干的，小舅舅就气得直跳脚。没错，我工作的地方就是我小舅舅集团旗下的一个分公司，平时不管这些，我也是入职后才知道。我当时气得不行，以为是小舅舅给我开的后门，直到他拿全身家跟我保证我入职跟他真没关系，他也不知道我居然成了他公司的员工。小舅舅，这事儿我要亲自报仇。我决定了，这事情结束之后，我要回去父母身边，不再做叛逆的孩子。这个事情就当以后我接手公司提前练手。不行，圆圆呀，这事情你不让小舅舅插手，回头你爸妈知道后会扒了我的皮的。最后我还是拗不过小舅舅，只好同意他帮忙。不过主要的东西都要我自己来。挂了电话后，我一下子脱了力气，瘫倒在床上。这事儿哪怕小舅舅把帖子黑了，哪怕利用职权压下了这事情，但是悠悠众口哪里是想堵就能堵的？就算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是怎么看我的，又如何得知？小舅舅的办事效率很快，没多久就把帖子发布地址发了过来，还顺带打包了一份陈勇利用职务之便，帮我部门主管伪造报销名目等各项东西，非法挪用公司资金，涉及高达几百万。我说王主管怎么总是看我不对付，时不时给我穿小鞋，我还以为是同性相斥，感情早就跟陈勇勾搭一起，由此可以断定他们绝对有一腿。当初就疑惑他一个刚工作没几年，工资才1万多的人，哪来的钱说买房就买房？不曾想居然胆大到挪用公款，亏我当时还真信了他的解释，那首付是他炒股以及这几年存款来的。看着手里的资料，我则笑起来，再次给小舅舅打了个电话。小舅舅，我觉得陈勇跟王和有一腿，你能帮我弄一组他们在一起的照片吗？王和可是有妇之夫，听说夫家还挺有权势的，既然他跟陈勇一丘之貉，还敢挪用我小舅舅公司的钱，小舅舅公司我可是有股份的，他们挪用他的钱就等于拿了我的钱，不折腾一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我宝就是聪明，小舅舅早就准备好了，马上给你发。说毕，小舅舅就挂了电话，随即我微信就收到了他发给我的压缩包。这个压缩包很眼熟，不就是上个月小舅舅给我的陈勇的调查结果吗？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居然连他们滚床单的照片都有，气得我抬手就给自己一巴掌。是我蠢，非要相信陈勇为人，压根没打开那个压缩包，不然事情也不会到现在的地步。次日，我给自己画了一个艳丽的妆容，
换上小舅舅给我送来的战袍，踩着9公分高跟鞋，褪去了平时的青涩，俨然成为一个职场强势女性。开上我那尘封已久的法拉利跑车，朝公司而去。这一次去，我不再只是一个打工仔，而是以董事的身份。一进公司，我就听到了周围的窃窃私语，还有那种时不时瞥了我一眼架势。不用说，肯定是在拿左那张照片说事儿。我很想掉头就跑，但是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坚强。某明星为了艺术都可以真空上阵，我只是露个背而已，没什么的。深吸一口气，我昂首挺胸，拿着爱马仕限量版包包，继续前进。哟，这不是圆圆吗？你不是已经被开除了吗？还来公司干嘛？打扮得这么艳丽，是想来勾搭那个领导王和的狗腿子王姐。一看到我就嘲讽着，王和毕竟是个领导，很多事情不方便直接出面，所以经常吩咐王姐给我使绊子。看到他，我突然想起，左怎么没让小舅舅把他一起调查了？跟王和同姓，十有八九有亲戚关系。这种靠走后门进公司的人，没什么本事却能拿高工资的事情，绝对要杜绝。我嗤之以鼻的冷声回道：哦，开除？我想这公司里还没有人能开除的了我可是除小舅舅之外最大的股东，还是董事会成员，非特殊情况还真没人能动得了我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。圆圆，你以为你是董事长女儿呢？还没人敢开你。就是，他以为他是谁呢？王姐跟一众人同步大笑了起来。哦，董事长女儿倒不是，只是外甥女而已。舅舅说得对，我从一出生就站在别人所没有的高度，不用惧怕什么，什么都有他和我爸妈兜着。圆圆，你就别在这里说大话了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什么底细我能不知道吗？陈勇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围了上来，紧挨着王和那亲密模样，俨然要公开的节奏。本以为自己的控告够他喝一壶了，不曾想用了什么手段，这么快就出来作妖。看到他，我胃里就泛酸水想吐，但是此刻不能怯场。深吸一口气，我忍住冷笑道：是吗？你真的以为你很了解我吗？一直以来，我都只跟他说，家里只是有点小钱而已。圆圆，看在我们在一起的份上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滚回去。你让谁滚回去呢？一声咆哮声从不远处传来，随即就看到公司负责人大汗淋漓地急冲冲而来。袁董，抱歉，处理点事儿，耽搁点时间，让您受委屈了。负责人一到我跟前就点头哈腰道歉着，辛苦了。看着他因为急着赶路不断的喘气的模样，我并没有将气撒他身上。听小舅舅说，这负责人别看体型超人，能力也超人，重点为人靠谱。这一系列操作直接看傻了众人。最先跳脚的是王姐这个狗腿子。总经理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圆圆已经被开除了不是？对，昨出了那事儿之后，我就被单方面通知开除了，只是我没有理会。开什么除？要开也是他开我。负责人心中一颤，从知道我在他这儿上班开始，就忐忑不安，生怕出了什么问题，所以这2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苟着。不曾想自己不过出差几天就出大事了，想着左董事长吃人的目光，就身心惧怕。这下王和也纳闷了，不再当透明人了。总经理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负责人也不再隐瞒，直接说道：圆圆是咱们董事长的亲外甥，我们集团的第2大股东。什么？围观人员唏嘘不已，特别是王姐更是惊叫了出来，想来现在极度后悔。不过我并没有管他们，只是紧盯着不远处的陈勇。
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懊悔，以及一闪而逝的惊恐，特别脸上的表情更是五花八门。想来怎么也想不到，我家庭条件超乎他的想象。我冷啧一声，缓缓地朝前走去，路过王姐，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然后扫过王和，最后在陈勇面前站定。陈勇以为我还惦念着他，看我走近，马上换上一脸温和的笑容，甚至想伸手牵我，不过被我躲过了，但也不气恼，依旧笑脸相迎。圆圆啊，之前那些都是误会，都是我妹妹不懂事，我会教育她的。酒店什么都没退，过2天的订婚，我们照常进行。我笑了，笑自己以前眼瞎，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渣男，也笑陈勇异想天开，都这样了还想着挽回，美的他。订婚订哪门子婚？陈勇，你不会以为都这样了，我还爱你吧？我冷嘲热讽着，随后瞥了王和一眼。哦，酒店没退也用得上，反正你跟王主管不是恩爱有加吗？你们订婚呀！我一语直接让在场的人员炸开锅了，纷纷朝他们投来八卦的目光。圆圆，你跟陈勇有矛盾，别拉上我。王和面色一僵，甚至挪开2步，拉开跟陈勇的距离，以此掩饰两人没有特殊关系。陈勇看到我意味深长的表情，也慌了，结巴地应着：圆圆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就算心里对我有气，也不该把王主管拉进来。对，咱们先把私账算了，再来处理公事。我点了点头，认同道：陈勇，你到我内网账号私自发布我私人照片，这事儿我已经报警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陈勇就率先出口：圆圆，你别血口喷人，你自己不要脸发的，别把这事儿赖我身上来。呵，陈勇，你以为你做得很隐秘？你那点小聪明在我这儿压根不够看。以前我爱你，所以很多东西我有滤镜，你真以为你很厉害？我无语地摇了头。你找的那个黑客早把你卖了，我手上还有你在网吧发布照片的视频为证。不可能。陈勇脸色灰白，倒退一步，摇头着。好了，私事解决了，咱们说说公事。我从包里掏出打印出来的一系列证据，甩到他身上。这是你跟王主管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挪用公款证据，等着蹲大牢吧。警察同事马上就到。这下王和也面色发白，哆嗦着冲我大喊着：圆圆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不就因为我平时苛待你，现在仗势欺人？我跟王勇又不熟，怎么可能跟他一起做这种事情？不熟？那这是什么？我又从包里掏出一叠他们的亲密照，朝丢过去。是非黑白，你们跟警察同事说吧。哦，忘了告诉你。我居高临下俯瞰着他，这照片我也给你老公寄了一份。想来陈勇能这么快出来，有你老公出一份力吧。现在他知道自己捞的人跟自己老婆有一腿，这绿帽子不知道戴的是何感受。我本来就1.67米，加上踩着9公分高跟鞋，现在气场全开，瞬间把王和他们全部压制。此刻的我仿佛全身散发着光芒一般，艳丽无比。王和捡起离自己最近的一张照片，抬眸瞥了一眼跟他一样瘫坐在地上的陈勇，脑子只有2个字：完了。不过姜还是老的辣，能屈能伸。他瞬间反应过来，抱着我的大腿哭喊道：圆圆，袁董，跟你有仇的是陈勇，我和你并没有冲突，平时那些小打小闹，我知道你不会计较的。这样吧，我把拿的钱补回来，求你放过我。陈勇也反应过来，一起凑上前，痛哭着求原谅。圆圆，我错了，我改，求你看在我们在一起的份上，饶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
2只腿被他们一人抱一只，恶心死我了。我很想甩开，却被紧箍得越来越紧，想喊人帮忙。这时候，一声怒吼从后方传来：“你们给我放开圆圆！警察同事非法挪用公款的就是他们，快把他们抓走！”在警察同事的帮忙下，我很快被解救了出来。看着2人被扣上银镯子带走，我对迟来的舅舅露出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。小舅舅，你来得太及时了。小舅舅的宠溺地揉了揉我的脑袋。宝，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好，我回家。无论如何，生活都是必须向前看的。我在这条路上遇到的挫折，必定会付出一些代价，可也会换来一些成长。回家后，我进入了家里的集团公司任职，熟悉一切业务，为以后接管做准备。没多久后，我收到了王和和陈勇分别被判了8年和10年的结果，并且听说陈苗苗的婚事也黄了。我知道这事儿是爸妈知道一切后，对他未婚夫施压后的结果，而他父母之前每天都来找我，从开始的求原谅到后来的辱骂，不过一切都被我父母挡住了。我心里没多大波折，依旧每天我的学习和忙碌生活，并且在小舅舅的安排下，我相亲了一个他的忘年交，开启了我的新人生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男朋友家有5套房子，2个门面。那天他说带我回家，他妈准备给我100块，寓意百里挑一，还让我以后都要听他妈妈的，因为他妈养他不容易。我拿出准备给他的僵尸丹顿，直接扔给伪装路人的保镖。小江啊，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如同这块手表，百万里挑一。江建云，我男朋友家有5套房子和2个门面，但我爸依然看不上他，因为我家是那种老牌的富豪，我爸随便1套房子就可以抵男朋友家的所有财产，可我还是爱惨了他，甚至因此和我爸多次争吵。最后，我爸给我配了个保镖，说只要我让他跟着，就可以暂时对我的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看着面前站得笔挺如兴安岭雪松一般的男人，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最重要，他还长得鼻梁高挺，嘴唇薄而性感，是我的理想型。好啊，看来我爸对我的弱点摸得透透的。什么保镖？这分明是给我找了个男宠。但他不知道我男朋友有多好，我是绝对不会背叛男朋友的。我男朋友秦宇川虽然家里有钱，但他自强不息，一直靠自己努力打拼，只是暂时的，他还没啥钱。每次约会都是我小心翼翼地出钱请他，但是他经常会和我说他的计划，他计划10年后就能让我过上吃香喝辣的富太太生活。最后他遗憾地道，主要我妈妈不太看得上你，不然也不会让你受这种委屈。我一愣，疑惑地道，阿姨看不上我？我从来没在她面前故意装穷，只是跟我爸约法3章，不能直接说家里多少钱而已。他家里怎么会认为我没钱呢？秦宇川还满脸体贴，说不想说出来伤害我。我一再逼问后，他才悠悠开口，就你上次送的那个包包，你还不如送个杂牌子的，你送的 LV 根本没那个款，真的很假，你知道吗？我一愣，不是的，那个款比较少，一般店里没有。可，秦宇川严肃道，我喜欢的女孩子可不爱撒谎，人穷没关系，但没必要硬充胖子。见我生气不说话，他又语重心长，你知道我妈妈的包不是香奈儿就是 LV， 她能不比你更懂？我无语。其实有句话我早想说了，我前几天加了秦宇川他妈妈的朋友圈，
发现他的包看起来都像假的，为了照顾他的面子，从来没提过。结果现在我让 C 守了好久，守到的 LV 喜马拉雅蜥蜴皮的包却变成假的了。我忍不住道：不信，你可以送去二手店鉴定，你看看多少钱。我花了20多万买的，他妈所有的假包加一起都不够我包的一个零头。真想知道他妈到时候什么表情。结果秦宇川又叹气：你也太爱面子了。当时我妈说是假的，我立刻丢了。你肯定知道我会这么做，才说这种话。没有了，怎么去二手店鉴定？我忍不住惊呼：什么？你丢了？顿时无语到极点，气得转身就走。秦宇川却拉着我的手一阵哄，还说不提这事了。看我还在生气，他也有些委屈。可可，你知道之前给你买的那箱子车厘子吗？那是我省了好几天的晚饭给你买的。难道我多喜欢你，你还不知道？我一愣，什么？随即越发无语。没钱你可以不买，我不一定要吃那些东西。比起车厘子，我更喜欢吃苹果。爱好随我吧，就是这么朴实无华。可我想宠你啊！秦宇川温柔地拥着我，亲上我的耳垂。我还想着刚刚他说的话，真的很难接受此刻的亲密。他这是用爱的名义扑我。我推他，冷冷道：秦宇川，我还在生气。没想到他越发过分，甚至伸手撩我的裙角。可可，你们女人就喜欢口是心非，我知道你很喜欢你妹啊！我恨不得一巴掌扇死他。无奈女人的力气跟男人就是不能比。就在我快气哭的时候，忽然眼前人影一晃，下一刻秦宇川就被扔了出去，躺在地上惨叫。我扭头一看，看到江建云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不但帮我教训了秦宇川，而且还伸手揽住了我的腰。江建云，我爸给找的那个保镖。想到刚刚的话被他听了去，又感觉他揽住我的手一直不放开，我感到了满满的不适，气急败坏道：你放开！他缓缓放开手，但我却总觉得腰部那里的触感一直在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我转身就走，躺在地上一脸生气。等我来扶的秦宇川懵逼了：可可，你怎么走了？好啊，我说你怎么忽然这么不懂事？感情是找了别人？王可可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水性杨花的女人。我震惊地回头，看着口吐污秽的男朋友，感到无比陌生，也第一次意识到，或许老爸是对的，我眼下找了个妈宝加奇葩。秦宇川，你真的太恶心了，我们分手吧。说完，我飞快地离开了这个无比糟心的地方。然而才走了没多远，一辆奥迪拦在我面前。我扭头继续走，奥迪再次拦住。江建云从车上下来，满脸公事公办：小姐，该回家了，你也欺负我。我委屈的眼底一片酸涩。他顿了下，没有说话，但一直拦在我的面前。我却注意到他放在身侧的手局促地动了动，而他甚至不敢拿正眼看我，莫名的没那么生气了，反而无奈。我不是不回去，我想去找一样东西。本以为他会反对，毕竟老爸给我设置了门禁时间，如果迟到一次，要扣他半个月的薪水。听说他家里挺困难的，很需要钱。结果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温声道：上车吧，我送您去。我不觉得摸了摸耳朵，这人声音怎么回事？怎么总往人耳朵里钻？耳朵不觉有些发烫，应该红了吧？不想让他发现，我迅速钻进了汽车。到了地方，我让江建云停下来，本来想自己下车找来着，但人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，刚刚下车就把脚崴了。我狼狈地摔在地上，高跟鞋飞出去好远，人都摔傻了。直到男人温热的手将我扶起，
我才低下头，大滴大滴的掉眼泪。被秦宇川他妈羞辱，被秦宇川冤枉的时候，我都没哭，现在却完全控制不住泪水。我捂着脸，小声道：“你别告诉我爸，他心脏不好。”男人顿了顿，好。我又低头哭了一阵子，他就一直陪着我，后来更是扶我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。我渐渐感觉这人也没那么讨厌。等我哭完，才感觉有些冷，一个机灵，发现自己光着脚。我含糊地道：“我的鞋。”下一刻，男人粗粝的手指握住我的脚，给我穿上了鞋。酥麻的感觉瞬间从脚心窜入心脏，我猛地一颤，踢开他的手，穿上鞋往前走。接着又有些懊恼，他不会以为我是讨厌他吧？因为之前我确实对他有意见。不一会儿，身后跟上了沉稳笃定的脚步声。在这浓重的夜色里，我感觉到一丝心安。我们就这么一前一后的来到了秦宇川家门口。当然，我不是来找他服软的，只是来找我的包。敢说我买假包？从小到大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，可所有的想法在看到垃圾桶的时候就没了。算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转身欲走，江建云顿了下，让小刘开车送你回去，我还有点事。果然，他以为我不喜欢他，车都不给开了，心里懊恼。我咬了咬唇，露出一个假笑。好吧。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不苟言笑的男人也笑了笑，牙真白。他就站在原地目送我回家。小刘送我回家的时候迟到了点时间，老爸的脸色很不好看。我心情不好，不想和他吵架，所以假装没看到，径直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晚上做了梦，梦到秦宇川如白天那样羞辱我，江建云过去将他打得满地找牙。我在梦里笑了好久。第二天醒来，心想着今天要对江建云好点，却被告知他被开除了。爸，为什么你要开除江建云？我气恼地找到书房。江建云，他没在门禁时间带你回来，我自然可以开他。老爸慢条斯理地从文件中抬起头。我恼道：不是他开车，是小刘，但任务是他的，我只找他。老爸冷笑。我咬咬唇，没来由的一阵愧疚。可去找江建云吧，也不知道能说啥。补偿的话，那人不会要的吧？还是算了。正准备出门逛街，却看到了门口放着的被找到后整理得干干净净的 LV 盒子。原来昨天他让我先走，是自己去帮我在垃圾桶里找包了。我看了2分钟，莫名心里有些失落。下午的时候，秦宇川看我真不理他，有点急了，于是很莫名其妙地发了一段话，应该是他在哪个论坛上复制下来的，标题叫景浩遇到这样的男人就嫁了吧。我看着上面写的月薪6000和经常带你回去看父母，就想笑。他一直没带我回家见他妈妈，但却经常提醒我给他妈买礼物，还说以后见人要帮他妈干活。而听平时的描述，他每次回去只需要跟大爷一样往沙发上一瘫就好，凭什么让我干呢？他妈妈和我电话里也说，大老爷们在外面工作累，回来不能让他碰家务，这是他家的规矩。之前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不觉的，现在哪儿都感到违和。再想到江建云给我找到的 LV 纸盒，不能浪费他的心意，我于是给秦宇川发了条消息：来一次 LV 专柜。他打了个问号。我讽刺地道：不是说嫌弃我给你妈买假包吗？你来，我当你面买个真的。我是说买个真的，但没说买真的是送他妈。但秦宇川显然不这么想，他表面上说别这样，但人来得飞快。不巧的是，恰好我站在外面给闺蜜回电话的时候，她来了。看到我站在门外，
而 LV 的门口拉着一条围栏，那是有特别大的 VIP 客户来，暂时停止进客的标志。秦宇川的唇角就无语地撇了下，然后一个满身假货的中年女人从他身后走出来，看到这一切，立刻讽刺地冷哼了一声。我还没说话呢，秦宇川就给我介绍，这我妈，他妈继续撇嘴冷笑，眼底的嘲笑都要溢出来。你就是可可吧？听说你要给我买包，因为看平日的表现，觉得你不太懂。阿姨亲自来了，可你不会是看到 LV 不让进，才故意叫我们来的吧？我的表情也冷了下来。当然不是，他妈明显不信，又从包里顺手拿了张100块出来，这是见面礼，也是我家的规矩，意思百里挑一，你别客气拿着吧。又是他家的规矩，他家是有皇位吗？规矩这么多，我没有接。阿姨不用了，我跟秦宇川只是普通朋友，怎么好意思拿你的钱？此言一出，秦宇川目瞪口呆，生气瞪我道：可可，你还好意思生我的气？可是他妈却是乐得嘴巴都扯开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可可呀，不是我说你。你家跟我家的差距太大了，我家可是有一栋楼收租，还有好几个门面的。你家几个房子啊？我皱了下眉头。我家几处房产来着？太多了，一时没数出来，一栋都没有。你说你家人怎么想的？他妈直接误会我没房，态度越发轻慢，啧啧个不停。这时候，几个女孩子从旁边走过，其中一个看了他妈一眼，忽然捂嘴笑，就离谱。这女的怎么想的？全身都是假货，还敢站在正品店前面。说着，他们走了过去。秦宇川他妈却搞笑的以为是在说我，立刻恼了，真是丢人啊！你穿一身假货就别站 LV 店前面了，你不要脸，我们还要呢！我直接被气笑了，招手让店里的经理出来。经理看我好像打完了电话，立刻笑着迎出来道：王小姐，你电话打完了，那进来我给您推荐最近的新款。秦宇川和他妈当场呆住，我笑了笑，指着秦宇川他妈对经理道： Lisa， 这是我朋友的妈妈，你看下她身上这些，是不是买到假货了？经理一看，有些无语，道：阿姨，你以后还是来专柜买吧，这是被朋友骗了，你这一身全是假的呀，花了多少钱啊？秦宇川他妈还死犟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每一样都是上千的呀。经理无语，阿姨，我们这里最便宜的也是大千，大部分都是上万的东西，1000的没有呢。秦宇川他妈震惊地瞪大了眼，紧接着脸羞红得像猴子屁股，但还要坚持他的是真的。你们这些店面贵啊，我朋友都是从生产商那里拿货。秦宇川却已经明白过来，为了不再丢人，只好哄他道：没事的，妈，可可说这次当你面买个真的。他妈闻言眼睛一亮，本来灰溜溜想走，此刻却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，把经理都搞得一愣一愣。我冷笑，这两人真是好意思，那么羞辱我，还想我给买包。我不动声色地也走进去，坐在沙发上道：喜马拉雅这个给退了吧，我送人的，但是人家不喜欢。秦宇川他妈立刻看出了那是我送他的那个，他欲言又止，肉痛的不行，但又不好意思说想反悔。秦宇川扯了扯他妈道：妈，之前都丢垃圾桶里了，不好了，让可可给你买个新的。他妈这才喜笑颜开，连连点头。我懒得理他们，自己先选了一个几十万的包包，让经理给包起来。他妈瞪大了眼睛，又不高兴了：哟，可可，这包好贵的呢，你这孩子真是太不会过日子了，有钱也是你家大人的，你要节省啊。我微微一笑：阿姨，
这钱是我自己赚的。他妈不满地撇嘴道：“你别骗人了。宇川说你没有工作，每天到处玩。”我气笑了，我只是没有固定工作。这下他妈又有话说了，那可不行，女孩子啊，还是要稳定点比较好。我挑眉，稳定的工作一辈子能赚多少？500万、1000万？可我一个投资就能赚这么多呀？这么多？投资？你专门投资的呀？他妈惊呼，眼珠子转了转道：“我有个妹妹，她儿子是开公司的，你也给他投一点吧，自己家的人不会亏待了你。”我笑着看向秦宇川，是那个经济诈骗的公司，我可不敢。阿姨，我怕坐牢。秦宇川的脸色一红，他妈被挤兑的终于不说话了。他将目光落在其中的一个包上。哎呀，这个包好看，这个包好看呀！可，我就买这个包吧，我无所谓。好啊，他妈喜笑颜开，等着我付钱。我看着经理，我们分开的，你让那位男士刷卡吧。秦宇川和他妈的表情瞬间凝固，他妈冷冷地将包扔在桌上。秦宇川尴尬地瞪着我，拳头都死捏了起来。王可可，我说过吧，其他的我不在意，但是你绝对不能对我妈不敬。我妈养我不容易，我莫名其妙，我哪里不敬了？阿姨说不喜欢我买的东西，不上档次，所以当然是你给她买。秦宇川咬牙低声：“是你说当我们面买个真的，你这不是故意耍我们？”我挑眉微笑，我说买真的是给自己买真的，有说给你妈买吗？我叫你们来，只是证明给你们看，我只买真包。你……秦宇川气得手脚发抖，他妈更是满脸狰狞，恨不得杀了我。我冷笑：“再说，我们昨天不是分手了吗？我们什么关系？你好意思让我给他买几十万的包？”秦宇川一愣，后悔的不行。不是的，可，我没答应分手，我那么喜欢你，怎么舍得和你分手？你是气昨天我说的话，我那不是骂你，是担心你买假包被人骗。说完，他就要来拉我的手，我立刻让开，还有外人呢。秦宇川，请你自重。旁边秦宇川的妈妈可能是心疼儿子，不要就不要，这种女人指不定在外面跟有钱老男人睡了，赚的臭钱，我们不稀罕。我嘴巴放干净点，不然我告你诽谤。结果这一句话让旁边还在温柔赔罪的秦宇川炸了，他忽然脸涨通红，伸手就掐我脖子：“你敢凶我妈？”我吓了一跳。LV 的经理也没想到他会忽然动手，一时竟没能阻止他，眼看着无法躲开，我都想着怎么报警，怎么验伤了。忽然一只胳膊伸过来，捏了下秦宇川的手，就看他的手被扭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，咔嚓，折了。秦宇川发出惨叫，嗷的一声倒在地上。我这才看清楚，扭了他手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江建云。我又惊又喜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江建云看到我脸色微红，店员刚刚打电话过来，我一听就是你。我撅嘴，所以他心里我就是喜欢闹事的女孩。又看到他穿了一身安保的衣服，原来被我爸辞退后，他就来商场做保安了。这身保安的衣服其实很拉垮的，但因为他肩宽腿长，还挺帅，我看得心里一阵软，忙移开了目光。但我觉得江建云有些灼热的目光却不时落在我身上，像小火苗一样在我身上点火。哎，他是不是喜欢我呀？这时候忽然他将我一扯，我不由自主地栽入他怀里，被他搂着，我从脚到头发丝都软了，耳边却是风声一过，一个坚硬的包包擦着我的头发丝砸在地上。秦宇川他妈竟然拿包砸我！大家来看看呐！
这女的明明是我儿子的女朋友，却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我告诉你，就你这水性杨花的，别想进我家的门。下一刻，我拿出手机对着她录像。渐渐的，老太太闭嘴了，惊恐地道：“你想干什么呀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快点把录像删除了，不然我就告你侵犯肖像权。”我嗤笑：“是你先损坏我名声，我只是录下证据。再说，我跟你儿子早就分手，大家都听到的。”几个柜姐纷纷点头。秦宇川他妈脸一阵红又一阵白，下不来台。我云淡风轻一笑：“对了，你刚刚拿来砸我的可是他家最贵的包，价值近100万哦。”这话一说，那对恶心的母子彻底傻了。我趁机拉着江建云就跑，留下 LV 的经理抓着他们谈赔偿的事情。秦宇川他妈直接吓得瘫在地上，好解气。而我光顾着高兴，都忘记自己一直抓着人家的手。等到了门口才想起来，忙放开，才感觉异样从手心传来。我偷偷在裙子上擦了好几下，都没将古怪的触感擦掉。江建云一直看着我，我觉得他好像比之前大胆了。以前当保镖的时候，他可没这么大胆子看我。我忍不住又羞又恼道：“你看什么？”江建云微微一笑，移开眼睛：“不看了。”我撇了撇嘴，心里却莫名有点甜，心里嘀咕：也没让你不看呐。我们两个之间莫名有一种古怪的又带着点甜蜜的东西在流动，以至于两个人都没说话，也没舍得走。最后还是江建云道：“要不去我家坐坐，我家就在附近。”我犹豫了下，扭捏道：“不太好吧？”江建云还是笑：“我家没别人，就一个奶奶在，不过她身体不好，你去了她可能在睡觉呢。”我犹豫了下，到底扛不住好奇。好吧，于是他就跟人说了下，脱下保安服，带我往外走。脱下保安服后，他身上是一件黑色的衬衣，下面是黑裤子，显得身材越发修长挺拔，头发乌黑整齐，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，干干净净，皮肤白得发亮，看起来好像有点瘦弱，但其实打起架来超帅。我欺负他看不见，一直在后面偷看他，可惜路太短，走了一会儿就到了小院。他停在门口，回头问道：“真的和秦宇川分了？”我点点头，想到秦宇川和他妈做的那些事情，就又有点生气。江建云却藏不住高兴：“分了就好。”我被他逗笑了：“你想什么呀？不许想！”哼，他肯定在想不好的事情。江建云又勾了勾唇，推门让我进去。我进门的时候，他扶了下我的腰：“小心门槛。”门槛确实挺高的，但我觉得他有点故意，就是想碰碰我，但不讨厌，还有点窃喜。而且我还偷偷闻了闻他的味道。江建云的身上没有味道，一定要说的话，有一种年轻积极正义的味道，比秦宇川身上做作的香水味好闻100倍。结果我俩进去后，发现他奶奶已经醒了，正坐在轮椅上和邻居隔着葡萄架聊天呢。看到我就惊喜地拉着我的手不让走，还道：“小江，你去做点午饭，小姑娘还没吃饭吧？”江建云应答了一声，就走进了厨房。我很惊讶，他会做饭呢。他奶奶露出得瑟的表情：“做得很不错呢。他爸妈走得早，从小跟着我，我身体不好，照顾不了他。他小学开始就在外面那个小炒店打工，还没有灶台高，就搭凳子站上去炒菜。”我闻言忍不住有些心疼，那么大我在干嘛？比起他来，我家那些烦心事都不算事儿。不一会儿，江建云就弄了4菜1汤，还给我调了一杯果汁儿，是用葡萄对着雪碧调的。这时候
已经有点热了。我喝了一口，冰凉清甜，配着他做的辣菜，简直不要太下饭。我忍不住吃撑了。奶奶有些累，说要回房休息，建议我躺在他家的躺椅上歇会儿。我躺在躺椅上，看着顶上的葡萄藤，惬意地睡着了。感觉有人走过来看我，脸不由得微微发烫，却又心情很不错。之后是被一阵电话的铃声吵醒的，是一个陌生电话。我还以为是快递找我，拿起来道：“我不在家，你给放门口。”可是我，秦宇川。我一听直接皱眉：“你还找我干嘛？”结果秦宇川闻言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把我都哭呆了。是不是男人啊？你哭什么？我想到江建云坚强的小可怜形象，再想想秦飞宇这个妈宝男，嫌弃到不行。呜呜，可，我妈就因为一个包被索赔50万，秦宇川整个人都很崩溃了。怎么能这么贵？你帮我付了吧，反正你也不缺这点钱，是不是？我被他气笑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说什么？我都知道了。问了柜姐，说你是他们的超级 VIP， 每年的消费都不少于1000万，不过50万而已。我家拿不出来，你帮我们付了好吗？秦宇川这时候倒是低声下气了，但我想到的都是他脸红脖子粗要掐死我的样子。我冷笑，做梦，凭什么呢？秦宇川还很理直气壮。我们也快1年的感情了吧？我还这么爱你，难道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？我淡淡地道：有感情。秦宇川瞬间声音就壮了起来，我就知道。那你快来吧，我妈腿都吓软了，你再让你家派车来接我们。一旁他妈刚刚不说话，现在也接话道：哎，你说你怎么这么小心眼？有钱干嘛不告诉我们呢？还以为我们是贪你那几个钱吗？也太看不起人了。我微微一笑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对你是有感情，但是这个感情不是爱，是厌恶。怎么会有你这么欺软怕硬的妈宝男？又怎么会有你妈那么嫌贫爱富的市侩妇女？你们这叫活该，叫恶有恶报。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，我爸有的是钱。哼，敢欺负我，我爸不会让你们好过。我一顿输出后，心情特别爽的将电话挂了，再把这个号码也拉黑。一回头看到江建云站在那里，不知道听了多久，我瞬间有些心虚，解释道：秦宇川和他妈妈，你知道的，他们很烦人，我平时不这么发脾气。江建云似笑非笑看着我：是的，我们小姐的脾气好的不行。我老脸一红，想起以前觉得江建云是我爸派来的走狗，没少骂他，好像生气的时候还拿脚踢过他。艾玛，我以前怎么能这样？他多好呀！想了想，我小声道：我以后再也不对你发脾气了。江建云将手里的西瓜放在桌上，皱眉：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我大声了点：我以后不凶你了。江建云：我皱眉，孩子这么年轻，怎么就聋了？这次声音更大了点：我以后对你好，特别好。你说的。他笑了，我瞪着他，越想越不对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江建云看着我：第一次见面就很喜欢。讨厌，这人嘴真甜。我嘀咕道：那你对我好点啊，干嘛老对我板着脸？他也笑：有规定的，不能对雇主动心。切！我白了他一眼，心里其实喜欢的不行。我喜欢这种有原则的男人。怎么会有男人往我的心尖上长呢？脚趾头都开心的扭了扭，不记得上次这么开心是什么时候，好像是妈妈还在的时候吧。我在江建云家的小院里待了很久，直到奶奶问我要不要住下的时候，才惊觉已经晚上。我后知后觉问他道：你的工作没事吧？江建云笑笑：没事。
你比较重要。他又深深看了看奶奶的方向，一向镇定的眼底带过一丝伤感。奶奶也很高兴，只有你能让她高兴。我想到奶奶的精神不太好，心里有了不好的感觉，忍不住小声问：你是不是挺缺钱的？所以我爸刚开了你就去当了保安，是因为奶奶的病吗？江建云苦笑，揉了揉我的头，眼底有些无奈。不是，不过医生说奶奶的时日是不多了。我忙道：那我明天再来看你们。又忍不住道：你要是缺钱要跟我说呀，我有钱。江建云看着我好半天，深深地说了一句：谢谢，但真不用，你能来看看奶奶就好。我立刻和打了鸡血一样，开始掰着手指头琢磨。奶奶看得出来，以前是养尊处优的小姐，她很精致。我明天去给她选旗袍，还有护肤品。对了，珍珠项链，奶奶同珍珠项链绝配。江建云就看着我笑，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刚刚那么难过了。他开心了，我也跟着开心。但是没多久，外面响起喇叭声，江建云拉我起来道：我通知了小刘，你该回家了。我不开心的扁扁嘴，就这点不好？我的前保镖对我家的情况太了解了，还习惯性的管我什么时候回家，即便我哪里都没去，只是想跟他一起腻歪，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江建云。结果回家却看到了一个讨厌的人。二姨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姨笑眯眯地站起来：可可回来了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，放着好好的男朋友不要，怎么被个保镖给骗了呢？我一听火就上来了，我怎么样？我爸管着呢。二姨，你又不是我妈，就别管闲事了。老爸忙道：你怎么跟姨妈说话呢？二姨一听就故意唉声叹气道：哎，我对不起我姐，没有把可可教好。我瞪着她真的火大，幸好没给你教，不然像表妹似的，在学校霸凌同学，还未婚先孕。二姨一听气得脸通红，咬牙切齿道：这不是你二姨夫教的吗？我都是担心你来了，就没管好他。我哈哈笑了，我家你来管真的好吗？你姐夫是个官夫，你这天天往这里跑，也不怕人说闲话。可可越说越不像话，给我上楼去。老爸怒了，我比他更愤怒，气得发抖，一下就冲上了楼。想起来我就恨，那时候我妈病了，老爸忙着公司，根本顾不上，结果让二姨来照顾我妈。我那么小都能看出他想要勾引老爸，生生给我妈气死了。当时在我妈灵堂上，我闹了个大的，导致她没脸，就不好常来了。如今怎么又狗皮膏药一样贴上来？我能忍老爸到现在，就是因为老爸对我妈感情是真好，这么多年没忘记他，而且也没再找。可现在我气得一下扑到床上，忍不住的掉眼泪。手机忽然响了下，是江建云的消息，到家了。我哼唧了一声，拿起手机跟他吐槽二姨。江建云想了想道：我去问问王总，我们男人比较好谈一些，我担心。姨妈说你呢，说你保镖配不上我。江建云很镇定：没事，我和王总谈谈，我觉得他并不在意男方家事，只要真心对你好。我听了稍微安慰了一点，忍不住道：我爸要是说什么不好听的，你可别和他计较啊，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江建云那边笑着发了一条语音：你是怕我吓跑了？放心，不会。我不肯承认地哼了一声，心满意足，抱着手机睡了。结果第二天，我那二姨又来了，还带着秦宇川和他妈，一路上跟邻居说这是我对象和对象的妈妈。我真是够了，直接不让人给他开门。结果我这二姨就是个破落货，直接在外面啪啪啪敲门，还要故意大声道：
这孩子，我都跟他说了，今天要带你们来，他竟然不在。我姐姐死得早，孩子没有教好，亲家母不要太在意。我在屋内气得手发抖，正要出去理论，忽然一辆蓝色保时捷停在大门口。我听到车响，好奇从窗口看，正好看到江建云西装革履的从保时捷里走出来。一开始都没敢认，这人也太帅了吧，衬得一旁的秦宇川好像丑逼。我立刻飞快打开门，拉住江建云道：男朋友，你终于来了。江建云笑着牵住我的手，特别自然。我心头狂跳，这算是确定关系了，还是我主动的？接着江建云就看着二姨他们道：几位有何贵干？秦宇川惊恐地指着江建云道：怎么是你？你一个保镖，哪里有钱置办这身行头？江建云微微一笑道：恰好发了笔小财。我心里给江建云点赞，肯定是租的。我家小江就是聪明，顺手我把买的江诗丹顿手表拿出来，戴在了江建云手腕上，笑眯眯道：你第一次来我们家，我们家的风俗就是要送100万以上的东西，代表你是100万里挑一。百里挑一是什么垃圾发言？我今天要告诉所有人，小江在我心里是100万里挑一，就是这之后不订婚都收不了场吧？老爸知道了会不会打断我的腿？江建云也惊讶地看着我，但很快笑了，揽着我的腰道：谢谢宝贝。哎呀，他叫我宝贝，太不矜持了。我一边心里乐开花，一边打击已经傻了的几个人。你们几位就省省吧。我的前二姨和我的前男友，看着那3人脸上变色，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加刁蛮一点。你们自己走，还是我找保安把你们拉走？我这么一说，邻居自然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隔壁的张奶奶立刻道：可可呀，这就是你男朋友，保时捷和人都很帅呢。然后她回头对自己老公道：老头子，快来看可可男朋友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他往家里带人，看来这是定了呀。我笑得不行，差不多吧。二姨和秦宇川还有他妈脸色难看的被保安请了出去。秦宇川他妈还死鸭子嘴硬，什么了不起？大小街找个保镖男朋友，以后小心人财两空。我儿子就不一样了，我儿子是要娶贤惠老婆的，以后你可别后悔。我可娶她的吧，嫁给他家才后悔呢。我现在不知道多庆幸，恨不得去给我妈烧高香，感谢她保佑我远离了渣男。我拉着江建云的手，正高兴呢，忽然听到门内老爸的声音道：王可可，还不给我滚进来！我心里一颤，怂怂地拉着江建云的手走进了屋。家里的几个阿姨看事情不对，都偷偷躲了起来。客厅里只留我们3人。我老爸看着我们冷笑道：呵呵呵，你不会领着这个男人又说是真爱，说这辈子只喜欢，也只会嫁给他一个人吧？好吧，这是我当初迷恋秦宇川说的混账话，现在被老爸拿来堵我的嘴，搞得我想说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只得顿了顿，道：爸，我觉得这次的不会错，当然你肯定不信，但是我们会用行动来证明的。老爸听我说先处处，这才算勉强同意，但是他还是嫌弃地道：留他吃一餐饭，然后快滚。我听了心头狂喜，等老爸走了后，偷偷和江建云道：我爸对你比对秦宇川好。说完了之后，我又很想给自己一下，呸，好端端的，我们不提那个贱人。江建云就只是笑，他拉着我的手悄悄和我说道：可可，我想了下，还是不想帮着叔叔骗你了。其实叔叔一直主意我做你的爱人。我懵了，啥？
我爸妈和叔叔的关系很好，我们小时候还定过娃娃亲呢。那时候你特别黏我，只让我抱我听懵了，想象不到江建云抱我的样子。江建云的笑容淡了淡，只是后来我爸妈出了事，我被保护了起来，这几年才回来。江建云说了他家的财产，把我吓了一跳，完全不输我爸，这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。我爸一眼就认定了这个女婿，然后才想起来，我刚刚给自己找了个渣男，他不敢直接给介绍，知道如果那样，我看都不会看江建云一眼，所以把江建云弄成了保镖，推到我身边。我气得对江建云又捶又打。好啊，你们竟然骗我！他忙小心抓着我的手腕道：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确定，毕竟这么久没见了，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样。不过看你第一眼就沦陷了，我好奇，如果我就是爱秦宇川，要跟着他呢？江建云抿了抿唇，之前可能会祝你幸福，但现在你休想，我觉得好刺激。他霸道的样子我很爱。好吧，我现在只喜欢你，才不喜欢那个妈宝。你最好是这样。3年后，我们结婚，有了个1岁的可爱宝宝。江建云的生意比我爸做的还大，而我也成了一个很佛系的珠宝设计师。最近的爱好是用自己宝宝的涂鸦为灵感制作珠宝，没想到很受一小撮人的追捧，小金库日益庞大。而我是在宝宝2岁的生日会上听说了二姨和秦云川的消息，简直是一台大戏。二姨本来想用秦家人恶心我，但没想到竟然自己被秦家这狗皮膏药给沾上了。最后秦宇川和我表妹结了婚，不过婚后并不幸福。秦宇川他妈发现表妹肚子里的孩子是野种，借此从二姨那里不断吸血，而秦宇川却因为绿帽子的事情被认识的人嘲笑，他想要离开，但他妈贪图钱，不准离，憋太厉害了。秦宇川失手杀了嘲笑他的人，被抓进了监狱。我表妹闻讯丢下孩子，和一个漂亮的男人跑了。二姨只好每天伺候孩子，然后就是同秦宇川他妈撕逼。难怪这么久都没来我家恶心人了，他走不开呢。这时候，我的宝宝跑了过来，举着手机道：爸爸，爸爸，我那位在国外出差的老公发了张岛屿的照片，岛屿按你的名字命名，想去再度一次蜜月，好不好？爱你的小江。我抬头轻笑，看到骄阳似火，又是1年的6月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。